快到了。我现在已经上到了这个酒店了。刚才我在周围走了一圈，观察一下，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以前的那些管理员他们住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登陆点，现在全部都废弃了。我把我的船藏在这个地方了，周围没有任何的人。那个游轮啊，就从这里进去。走，你看这地上啊，杂草丛生，都不好迈脚了。我要从这里面进去吗？哎呦，这个真不太好走啊！哎，你看我的头，好像被什么植物拉扯住了。哎，哇，不是这样走，我们走错了。这底下是一个像球场一样的地方。这酒店难道要从这个平衡木这样走过去吗？好，走。哎呦，这里刺特别的多，走进来又不好走出去。你看这些刺，非常的厉害，到处都是陷阱。哇，看来我们要从这个平衡木这里走过去了。哇，掉啊！再一次，走！哇！哦，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在发抖啊！哎，这可不是在玩杂技啊！还好比较的结实。这里比四周都是密封着的，难道这是一个游泳池吗？而且那个地方还有阶梯，如果是游泳池的话，那这个水位还蛮高的，应该得有3到4米左右。哇，这下面就是湖哎，你看。这个船尾啊，就与湖相连。这上面就放了2个木板，摇摇欲坠的。走。走，过来了。这写上了成都市九怡酒店，应该就是这个酒店以前的名字。好多的灯光，然后这一面有很多的方便面，还有雨伞。这里面走进来确实有点像是一个游轮啊。对面这里就是吧台。
财神爷。哇，这个吧台现在就这样的一番景象。这里面好多的席梦思、沙发座椅，这床全部都堆在这里，上面还破洞了。你看在墙上啊，全部都贴上了墙布，还不是墙纸哦，而且这些转角处都使用了墙布，说明真是非常的奢侈。即便虽然现在我们看上去这些图案啊比较的古旧，或者说是有一点土，但是这个老板当时真是用足了钱。好多的房间，什么声音？嘿，应该是风吧。明细账单，汤骨2块钱，玻璃杯600，哎呦，小酒杯42块钱，大锅汤54，汤锅244，哇！看来啊，当年在这里的消费真是蛮高的。你想，一个汤锅200多块钱，这是在几十年以前哦，还不是现在。2000年的日历，这底下有很多的收据、工作笔记，全部都遗留在了这里。哇，这里风特别的大，看一下外面，哇，好大的风！这应该是卫生间吧？淋浴池，这是3人间的，上面还吊了一个绳子，看上去真是蛮诡异的。这个女浴室，什么玩意儿？天啊！这个娘啊一直在响。地上好多的钟垫，木板被钉住了，难道以前有人在打旺吗？吓我一跳，什么东西？这个门，它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抵住了。这是卫生间，卫生间就不去参观了。那这边是男卫生间。哇，在这里飘着真是蛮诡异的。这边门被破坏了，风很大，这个是关着的。这里面还蛮大的。
这个舞台啊，就是以前大家唱歌跳舞娱乐的地方。虽然看上去也不错，但是想一想，是不是和我们上一次去日本的八丈岛皇家酒店里面的那个舞台比起来呢，就要寒碜了很多。开关，这里有一个价目表。哦，这是唱歌的，这不是价目表，这是唱歌的点歌表。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邓丽君的经典歌曲，还有张学友的，这都是90年代、80年代的经典的一些作品啊。这里还有一个鹿头一样的装饰吧。柜子上面已经没有酒了。这里还有个房间。这里是一个好长的通道啊！房间里面是空的。这是以前打麻将的地方。哎，不是，还有床。沙发。那有可能这里就是休息娱乐的地方吧。门都是特别的古老，木门。哇，这地上还有一个钟，指针指到的是12点。这边应该就出去了。楼底先去看一下吧。随处都能看到当代歌坛，看来以前人啊就喜欢唱歌。这是什么地方？哇，这里竟然直接就通向了底下的湖边。哇，你看，这底下就是湖，对面已经被封住了，特别的长。这边是不是很幽深？有可能在当年呢，就是游船进来了以后呢，然后在这里下课，大家就从这里啊上船。但是现在废弃以后啊，你看这底下的这一层一层的洞啊，真是蛮恐怖的，而且又这么的长。我感觉你看，这里面并没有灯光。我想以前可能船就是从刚才后面的那个地方开进来，但是现在就被堵上了，真是够惊悚的。哎，那个地方还有鱼，看到了吗？哇！这个游轮啊，
它其实就是建在这个湖面上的。那不难发现啊，这里呢应该就是这一个酒店的船头了。整个酒店全部都是修在船上面，虽然是船的造型，但却是一栋建筑。这个负1楼啊，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房间里面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或者说是被拆掉了。因为在当年啊，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些东西应该也不便宜，所以拿去卖钱，应该能值不少的钱。都是空的。你看这个走廊啊，特别的长，我估计得有100多米。这卫生间好像不分男女吧，看上去还是那种蹲站式的，连马桶都没有。果然这一层应该是2等舱，或者说3等舱。那我们就上去吧，到这边能通向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往上走。从这里看出去，外面的风景其实还是挺优美的，因为都是小岛嘛。这应该就是船尾了吧？看上去并没有台阶。哇，堆了好多的木材。哎呦，这里显然没法走了。这是当时这个船废弃以后，然后大家就把这东西啊全部拆除以后，堆在了这里。看来这里已经没有路了，那我们从那边往上走。只能从这里继续往前面走，但它这个其实不太科学啊。上下楼梯就只有这一条路，再有一个捕鱼的东西吗？那我们得又从那边绕一圈啊，这里还是没有路的，非常的不科学啊。走。感觉我电筒好黑呀、刚才都能看到水面，现在看不到了。哎，
这里就是刚才拉的那个渔网，还有人曾经在这里来捕鱼。走。上面看上去还蛮高的。上面的这些房间的门呢，都是绿色的，刚才底下是黄色的。袖珍电视机，哇，这可能只有4、5寸吧。同样，里面也是一些曾经的使用的一些工具。卫生间，这里面又是一个大厅，好多的线材。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关公，财神爷啊！还有象棋，那象棋现在全部都堆在盆子里面了。我来看这里，哦，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有一个电子游戏机。以前呢，在我小时候啊，这种呢叫做台式机，也就是它有一个摇杆，然后可以打。当时我记得小时候啊，那种台式机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比如说像《街头霸王》《双截龙》《三国志》《彩金》啊等等等等这些难忘的一些游戏。而这些游戏时啊，它通常门口呢都会拉上一个蓝色的布，进去以后呢，1块钱可以买4个币，然后就玩得非常嗨。我记得有一次我玩的一个游戏啊，叫做街头霸王，当时我选的龙对阵的是相扑。第1局呢，相扑赢了；第2局我赢了；第3局呢，然后我们打成了平手。这还很少见到。结果第4局正开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后面被谁用力的踢了一脚，转过头一看，我家人来把我捉住了，真是挺难忘的。哎呦，你看这个机器啊，不过很奇怪的是啊，你看这个机器竟然没有摇杆，它就是一些按键而已。那这样的机器会是什么机器呢？有可能是一个赌博机吧。这里面有好多的药，液体钙、葡萄糖酸钙片。这个大厅里面啊，它的墙壁上面没有任何的装修，这很奇怪耶。底下装修的这么豪华，而上面却竟然就像一个清水房一样，然后里面堆满了这些家具，就像是还没有来得及装修，好像就倒闭了。差不多的格局。去那边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接开水的地方吧？上面还有皮带。
小孩的一些玩具，吹号的，微水瓶。这间房间还挺豪华的，有点大。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VCD 还是 DVD， 这应该是唱片机吧？邓丽君的专辑。1995年金曲颁奖。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唱片啊，或者说是一些点歌的一些东西。还有被踢过的痕迹，是锁上的吗？哎，好像是锁上的耶。嘿，有人吗？锁上的。电热炉，好脏的眼镜。这层楼我感觉应该是豪华间吧。这当年房间应该不便宜啊。这里面感觉像是有人住过。嘿，有人吗？哇哦！小孩的书包，各种各样的衣服。这里面的味道好难闻啊，特别的重。脚都迈不开。看，这里还有照片。这里还有钥匙。2012年4月21日，2013年，应该是检查吧。这里面好像更乱了。泡菜坛子都搬到这里面来了。看有什么？呈倒着出来。
同样的格局。有人吗？锁上的。玻璃很在响。第5套人民币。哎呦，这哥们儿挺帅气的，竟然漂浮在空中。什么玩意儿？疯吧！是一本新的吧？杂技表演。探险船，看墙壁上写上的。这里就是船外的景象了。你看，夕阳西下的这一个湖面，是不是看上去还蛮漂亮的？而且啊，我现在就置身于这一艘鬼船上面，四周的风光啊，真是很美。好吧，那我们继续往上走。听附近的村人说，这个酒店至少废弃了20年以上。想一想，20多年以前能修成这样的酒店，真是蛮不错的。不过呢，我继续问了好几个人呢，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座酒店的来历。后来我找年长的人问过以后啊，有说是老板把酒店修好了以后，结果得病死了，这里就废弃了。还有村民说呢，修好了以后赚不到钱就垮了。听上去啊，还是有一些道理，但好像又不太合理。走到3楼了，相同的格局，407。是不是在响？听到吗？差不多的格局，退都不太好退出来。这里有个席梦思放在这个地上的，哇，这是被谁啊破坏得这么惨？空的，锁上的，空的房间。
这房间里面啊还有地毯，那说明越到上面啊越来越豪华了。这灯啊都掉到了这空中，像外面已经完全黑了，那我还得抓紧时间了。你看这里啊，有很多的游戏机、赌博机，那就说明这里肯定不单纯是一家游轮观景酒店，而给我的感觉呢，更像是某种娱乐场所。你想，在20多年以前啊，有多少人能来这样的地方消费？别说坐船了，能有私家车的人啊，都会很少。所以能来这样地方消费的人，一般来讲呢，身份都不会很低。那这个酒店啊，依仗着独有的地理位置，所以想要到达的话，就必须得乘船。而你看，酒店的这些专业的马仔啊，他们一旦看到有警船靠近，马上呢就会通风报信。所以我想，极有可能是这家酒店的老板触犯了某种法律，才使得他呢永久的关闭或者说是停业。这一层的颜色又不一样了，是这种淡绿色。哇，你看这个墙布啊，从上面掉落下来，先把路都堵住了。卫生间，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看到有什么吗？这里的路啊，脚都不好迈开了。哇，墙壁啊，处处都是给人很惊悚的感觉。房间里面都是空的，很多人说，经常都能看到这一个酒店里面啊，有鬼火在飘动，或者说是有一些隐约能看到灯光在闪烁。我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像我这样的探险者，同样也进来了以后呢，他们打上手电，然后在里面走来走去的，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都是差不多的格局。空的。也是空的。这边又到头了。今天连躲带藏的费了不少的功夫，总算是进入到了这个鬼船里面。这里面啊，到处都在发着异响，而且还有很多恐怖的场景。这看上去啊，真是特别的惊悚。你看，这地上还有不知道是谁扔的香烛，这里还有一件衣服，真是够惊悚的。好吧。那这个废弃的游轮啊，也就是这样了。我现在得赶快离开，而且还得划船到对面。那我的旅行呢，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我们就离开这一艘鬼船啊。你看往上看上去啊，它离我特别近。船儿就在那个地方，我现在总算是上岸了。看，就这一包，好吧，现在我们就返回。哎，哇，杂草丛生啊！又得从这条小路回去了。这晚上走夜路啊，就是看不太清楚，因为很容易迷路。这一不小心啊，就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了。你看，像现在，我得上上下下的。我这一天真是够累的，哎，早上走盘山小路，哎呀，下午又走这种山间小路，然后又去躲避人家的追赶，哎，是这条路吗？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呀，稍等一下，哎呀，好重啊！哎，好走。哎呀，因为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冷，哎，所以每一天消耗得很快。今天就早上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中午就忙着出来拍摄，到现在也是什么都没有吃，加上很冷，干完了这么多的体力活，所以现在整个人啊，完全都处于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了。哎呀，走，应该走对了。哇，走！哇，哎，我也得换一只手了。哎呦，哎呀，特别的重。哎，现在画面啊，我就是把它戴在我的颈子上面在拍，哎，都没有手持了。哎，是这样走吗？哇！哎呦，这里挺危险的。所以到了晚上啊，走这样的路，确实非常的不安全，一不小心可能就滑到这个底下面去了。那下面就是看一下，
不算是万丈深渊，但是我看不清楚下面是什么。哎呀，杂草林，干枯的树叶，哎呀，一不小心就是陷阱。哎。哎呀，特别的累。哎呀，我觉得今天晚上以后回去一定要好好吃一个大餐。哎呀，吃什么大餐？哎，稍等一下，哎，我又得换一只手。哎，太重了。哎呀，哎 ，come on， 哎，想回去吃，哎。吃虾，吃螃蟹，吃海鲜，还有 seafood， 那鱼也是很爽、很美味的。又或者说是吃点牛排，哎呀，哎，哎呦，哎。哎呀，特别的重。哎，不好意思啊，我又得换手了。哎，稍等一下。哎呀，哎呀，走。哎呀，